嗨，大家好，我是 Rock 老师。上一集老师有讲到一个故事，以前我摆路边摊卖耳环的时候，从西湖市场移到五分埔商圈，换的地方摆，业绩就从一周2000块变成一个月2-3万。这故事的重点是找对地方卖才卖得掉。还没看过的人可以先去看第一集。那今天我要更进阶地告诉你，这个对的地方到底该怎么找，不只找对的国家而已哦，还要找到谁会进你的商品。首先，我们要找出商品在市场上的交易点。通常老师拿到商品的时候都会用这4个角度去思考。这边特别跟大家分享，用自己、敌人、国王跟战场这4个点去看。自己就是思考这个商品本身的优点跟缺点。买任何东西之前，你一定要非常了解这个商品，才有办法卖出去。很多卖不好的业务往往都是不够清楚自己在卖的东西是什么，所以他无法正确的判断该怎么做才卖得掉。然后敌人就是你的商品跟竞品之间的差异，这能让你更清楚现况，并且更容易找出导入市场的突破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就是这样。有时候不是你很强是你打到对手最弱的地方，那你就有机会成功。接着是国王，你要找出能主导这商品购买决策的关键。有时候可能是人，也可能是事件、场景或物品。假设你要卖轮椅，那影响购买轮椅的人大部分是医生，那你就可以找当地的医疗器材供应商或医疗相关的协会都有可能找到适合的通路或采购。或者你想卖饮料，目标是白领，那你就应该找当地常在商办区开店的通路去开发。最后是战场，哪些国家的市场成交率高，选一个适合自己商品的战场去攻占最有利的位置。这部分最好有真实数据，让自己有个参考的依据。你可以用 AI 去调查，然后跟他讨论，这部分老师后面会再特别说明。那么我们来看一个真实新品导入市场的案例，大底板窗户栏。老师也是运用了刚才提到的4个角度去思考，我这边就简单的重点说明。自己这款商品有大底板，所以很稳固，这是优点，但相对的它就比较重，这是缺点。敌人，一般窗户栏需要插入床垫底下，但这款是用大底板落地支撑的，所以这是比敌人强的地方。国王，一般的银发辅具通路不一定会进这款商品，但如果它本身有卖电动床、电动床垫，或是卖寝具、床具的通路，进货几率才会比较高。战场，透过 AI 的市场调查，数据显示电动床市场最大的就是欧洲跟北美了。因为那时受到美国关税的影响，所以我们决定先专攻欧洲来去做新客开发。透过这个方式，业务成功的将这款新品导入欧洲市场，从零开始接触电动床通路，然后半年内做出超过6000欧元以上的业绩，是同期新品里面表现最好的。那为什么这款商品会卖得如此成功？就是它卖对了市场，找对了通路。接下来老师来告诉大家如何用 AI 去找商品的海外市场。不需要咒语只要用老师给你的逻辑架构去写你的提问。首先第一段，写出商品本身的优缺点或特色，例如我有一个大底板类型的窗户栏商品，它非常稳固。然后第二段呢，写出与竞品之间的差异，像是它落地支撑，不像一般窗户栏需要插入床垫底下。然后第三段呢，这商品购买决策的关键，可以写说我目前 B2B 预测可以卖电动床或床具的通路。这边如果还没有很确定，你可以请 AI 提供建议，然后跟他讨论。最后请 AI 搜寻适合贩售的国家市场，并附上数据资料佐证。我都用这方式去写，你也可以试试看，用这架构去调整你想问 AI 的细节跟内容。然后记得老师之前说过的，每个 AI 都可以问看看，然后反复修正去验证，内容细节都可以调整，但我们的逻辑架构不变。最后，老师要特别提醒大家，记得新客开发的买卖就是需求供给的媒合，只有双方媒合成功
你才有机会创造业绩。所以有时候被通路拒绝，只是你们双方媒合失败，也许是需求没有对上啊，也许是对方还没看到这个市场需求啊，但没关系，只要你不断努力的开发，去媒合更多客户，你一定也能成功开发出你的新客，所以不要放弃。OK， 那这集就到这边，我是 Rock 老师，我们下次见。